你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你从500多年社会主义走来，你浸润东方的智慧，你弘耀真理的光辉。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的相遇，写下最美的答案。如今这里参观的人很多呀，你看，这不全都是年轻人吗？是。老师好，我们正在写生，能否当我们的模特，让我们为你们画一幅肖像？哦，要画像，咱俩好。马克思先生，如今已是2023年了，我们是想画出二老今天的模样吗？哦，今天的我们莫非变了个人不成？这个说不好啊，时代不同了。当年您周游列国花了多长时间呢？我和我的弟子们去魏、曹、宋、齐、郑、晋、陈、蔡、楚等国，大概花了14年。您曾经去的那几个诸侯国，现在不过是河南、山东那几个县市。您的第一段旅程从鲁国经魏国到曹国，现在只要乘坐鲁南高铁，58分钟就到了。哦，不可思议呀！我曾经在伦敦牛津街上的一家玩具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条电动蒸汽铁路，当时我就感觉电力时代的火车会比蒸汽时代的先进了许多。现在来看，果不其然。时代在发展，你我也在发展。马克思先生，我倒是很期待这幅画呢。来，我们讲堂有请。诸位好，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交流。两位先生好，刚同学们呢给两位先生画了一幅肖像，来，同学们展示展示。虽然马克思先生是德国人，但是我给您穿上了唐装，这样更有中国气派，不知道先生您满不满意？我觉得挺精神。我到中国100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是一个中国人了。夫子您好，我斗胆给您换上了西装，与之前的孔老夫子画像相比，是不是顿时有了时代感？不知夫子觉得如何呢？长发美髯配西装，看起来似乎是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能在2000多年后依然为人所推崇，不断变化和发展才是常道啊！夫子果然是大智慧之人。中华文明是连绵不断的，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历久弥新的，而马克思主义呢，也一直在不断的中国化、时代化，早就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呀，就从第二个结合的结果开始。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说法，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后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我们经常说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个成语，王老师你知道来自于哪里吗？
应该是杜甫的诗吧？对对，它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杜甫当年呀写给画家曹霸，里面有这样一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那么这个别开生面呀，就比喻开创了新的风格、形式，或者说是局面。那么夫子，我就想问您了，您有没有预想过中华文明今天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的模样呢？2000多年前，我的学生子张曾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时事可知也。”意思是经过时事以后的事情，您知道吗？我的回答是：商代的礼是从夏代来的，又减掉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是确定的。周代的礼仪是从商代来的，又减掉了什么，增加了什么，这也是确定的。以此类推，别说10世，就是100世，我们也能推算出来呀。您这个观点很了不起，认真考察历史，就能从中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推演出未知的东西啊。夫子，这叫历史损益法。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就能看出这种变与不变来。我们先来打开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句话写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句话意味着现行宪法从历史中国延续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和治理呢？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从秦律、汉律、唐六典、大明律到大清律例，虽然古今之间阶级立场不同，法律条文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维护大一统的中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依然延续了2000多年来的单一制国家形式，这不正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吗？6合同风，9州共贯，4海之内皆兄弟也。没错啊，古人呢因为科技的局限，认为天圆地方就像是一个碗倒扣着，碗下面叫天下，四边是海，叫做四夷，中间这块呢就叫海内，那东南西北加上天和地就叫6合。天最大，天上的事儿呢由天管，地上的事儿由天的儿子来管，叫做天子。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把天下分为9个州，叫做9州。纵观中国历史，6合同风、9州共贯的大一统文化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仪也。我们党当年在这个2大提出过，准备是搞这个联邦制，并且是搞民族自决的。那么为什么后面没有这样子做呢？那是因为我们又在大胆的去探索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更能够利于我们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形成这样一个大一统、大团结的民族局面。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伟大的创新。对我们这个文明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按照血缘来划分，我们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有个少数部族啊，图尔扈特部，17世纪的时候呢，为了躲避战乱，西迁到了伏尔加河河畔，在那儿呢生活了100多年后啊，还是毅然要东归，沿途历经千难万险，最后只剩下1/5的人，最终呢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是的呀，我们看到这个秦汉、唐元、明清都延续了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站在人民立场的大一统。所以我在这儿强调呀，是站在什么呀？人民立场的大一统，跟封建的大一统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搞邦联制或者联邦制，那么今天的中国56个民族和睦共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而且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数千年来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2个答案。那这2个答案呢，就是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这正是九州共贯别开了生面。刚刚啊，张老师说到了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提到了人民民主。夫子还不知道，您一直倡导的民本思想，也在今天别开生面了。哦，愿闻其详。我们先卖个关子啊，讲个有关周厉王的故事。周厉王要把山林川泽都归他所有，不许平民砍柴渔猎，还派人偷听诽谤他的人，国人相遇都只能道路一陌。结果国人暴动就把他推翻了。此后，周定公和邵穆公联合贵族等一起行政，开启了周邵共和。那时候，周朝还开设了外朝之政，凡事均以万民的意见为主，尊重国人的意愿。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周厉王的，怎么他要一片山林却会被暴力推翻呢？好，谢谢。这是因为啊，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我们看古代的政治制度啊，总是蕴含着皇权与辅弼机构之间的分治。比如秦代的3公9卿制度，那到了汉代呢，有成熟的监察制度；唐代的3省6部制，还有宋代的2府3司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都体现着对皇权的制约。没错，我就规定皇帝签批的文件也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审核盖章才能下发。从公元前841年的周邵共和到历代皇权制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协商政治的雏形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发展。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并非只有封建专制，共和的理念始终存在于传统政治理想之中。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虽然强调的是人民民主，与周邵共和中的贵族共和主体不同，但仍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100多年前，我就设想过新中国的样子。巧的是，我那时候给中国起的名字也有“共和”2字，中华共和国。马克思先生高瞻远瞩，我的学说被总结为内圣外王。大家看圣的繁体字，上面一个耳，一个口，广开言路才能称王。这说明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有协商的因子，这也是周邵共和成为美谈的原因。夫子，今天的中国呢，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您追求的为民做主，我们今天是人民当家做主。您说的周邵共和呀，它不过是少数几个人、少数几个贵族、少数几个统治者们的协商，而我们今天是从全国广泛的选出人民代表来协商。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262万人，全国的政协委员也超过了60万人。我们的民主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没错，果然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啊！夫子，第2个结合带来的新变化还远远不止于此呀。比如古人讲万物并育，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别开生面。带您去看一个地方吧。这里是淳安，湖泊旅游第1线，浙江首创的生态特区，第19届杭州亚运会赛区，
本届亚运会的突出特点是绿色、零碳。本届亚运会中，所有的电力来源都是绿色的，通过区块链全程可溯源。为亚运会供电的是嘉峪关的光，新疆哈密的风。全程零碳的亚运会，馆外是青山绿水，馆内是清风绿电。10年来，淳安在生态保护的直接投入达到了112亿元。生态的保护与旅游的火热相辅相成，展示着生态特区的独特魅力。刚刚这里是？我们刚看到的是浙江淳安，在春秋时属于吴越。哦，完全不像蛮夷之地了。不但不是蛮夷，这里还是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安吉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2020年9月，中国还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双碳目标。刚刚我们看到的淳安赛区就是一次零碳的示范。你们了不起！我在伦敦生活了34年，那时候的伦敦是名副其实的雾都啊。1852年12月5日的时候，歌剧院正在上演着《茶花女》，观众入场后发现根本看不见舞台，被迫散场后伸手也看不见五指，水陆交通因此瘫痪了整整5天。正是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就诞生在咱们中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一个叫鱼的部门。后来呢，发展出山鱼、川衡、林衡等，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河长啊、林长。那这个部门呢，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不只是部门，下雨的时候已经有了环保立法。一周书大锯篇记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3月，山林不登府，以成草木之长。夏3月，川泽不入冈谷，以成鱼鳖之长。中国向来讲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华传统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几千年前就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跟我的学说是相通的。我的战友恩格斯就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是真理。前不久呢，我看了2篇报道一篇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这篇报道说地球的自转轴心已经向东移动了31.5英寸，而移动的原因呢，就是轴心偏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都想不到，它是因为我们今天人类大量的抽取地下水。另外一篇报道呢，是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发布的，说7月4日全球平均气温达到了17.18摄氏度，这是人类有统计以来全球最高平均气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常的现象越来越多了，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据说100多年来，人类科技发展远超过去几千年。我相信，聪明的人类也一定在太空中寻找另一颗备用的超级地球。太空中有很多中国的大神，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月球我看过了，白天160度，
晚上零下180度，没有液态水，没有氧气，你们居住不了。火星我看过了，温度极低，气压也低，没有臭氧层，你们居住不了。太阳我看过了，表面温度5500度，连我都靠近不了，你们就别想居住了。再见。目前来看，人类还仅有一个地球。我很担心，资本只懂得索取和掠夺，只要有利益，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我曾预言过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先生，很遗憾呢，您的预言实在是太正确了。我们看到的是呢，美国曾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最近呢还在往别人的国土上输送集束炸弹，还有呢就是日本往大海里排放核污染水。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中华文明在今天的别开生面。那么经由第二个结合带来的别开生面呀，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共同富裕。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呀，马克思先生最有发言权。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管子说过：“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我也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富民厚生、毅力坚固的经济伦理。只不过呀，我们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们是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对，分好。对，其实我们都不用走远，就看一看湖南湘西。湘西啊，有一座著名的矮寨大桥，投入14亿，那也攻克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耗时5年才建成。但政府为什么还要建呢？就是为了帮助湘西大山里的人们能够连通外面的世界，脱贫致富。你看现在啊，精准扶贫首倡第18洞村，村民人均的年收入从2013年的1688元增加到2022年的23505元。那很多大城市呢都没有的，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的5G 的智能路灯，18洞村都有。没想到我的学说能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如此成功的实践，真是倍感欣慰呀！马克思先生，您的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您的主义呀，在当代，在21世纪的最新模样，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知道，世人公认我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在我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你们还梳理了我的学说的发展历程。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同志又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中国共产党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据说有些国家和地区就难以做到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大地上做到了。
哎，确实是这样啊。为什么呢？你看，在中国，我举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哈。哎，我是山西人，哎，你到山西有一个这个寺庙，哎，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建筑叫悬空寺。哎，我去过。它供了3个大神。对。哎，哪3个您知道吗？那这个我太知道了，因为我这个高中讲课的时候教材当中那个插图用的就是这个插图，中间的呢就是释迦牟尼，然后两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夫子。还有老子，我们当时讲就是3教合一的这个融合。所以你看，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特征，儒家思想、道教、法家和佛教思想是合一的啊。比方说，你看中国古代的君子年轻的时候积极要去考取功名，想入仕，哎，这时候儒家占主导。对，哎，中年仕途坎坷，哎，被皇帝贬到这个边缘地方去了，哎，这个时候道教。哎，站桩开始避世了。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哎，再比方说，或者是中年遇到坎坷了，是吧？妻子亡故了，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佛教思想占主导。王维，哎，对他很出世了，是不是？讲空无了。所以，对于当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呢，中国人接受起来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是的，所以呢，这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啊，我们讲哲学，哎，我们是超越的。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什么今天如此富有生命力？哎，我们看到在文化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的唯物主义，我们的辩证法思想，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什么非常重要的契合性？有契合才能结合，有结合才能融合，才能最终互相成就。确实是互相成就。我和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而真正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还是你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祝贺你们！谢谢马克思先生。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了一句告慰您的话。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夫子，这里面也有您的功劳。习总书记在您诞辰2565周年的时候也强调过，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所以，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现代的。两位先生可以说是互相激发，互相成就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时说，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这种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那么，我们如何成就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呢？感谢二位先生，一起期待下一集固本开新。党的18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热衷于走进博物馆并分享打卡体验。这本质上是体现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渴求。